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想通过一个简单的木字，一次讲清4种主要创造汉字的方法。看完今天的视频，希望能够帮助你找到聪明高效记忆汉字的方法，学会区分几组长得很像的汉字，不再写错用错。最后呢，为了帮助你更好的理解汉字，我为你总结出了3件必须要记住的事情。好了，接下来就正式开始了。打开你的耳朵，试试看能听懂多少。创造汉字的方法一共是6种，但是最主要的创造汉字的方法是4种。第一种是象形字。什么是象形字？象形就是这个字特别像它的本来的形状。象形字就是用图画来创造汉字。在2500个常用的汉字当中，常用的象形字大概是80个左右。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主要的一个汉字木。大家发现了吗？象形字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对，哇，太像了。对，象形字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非常的像，这个木和它本来的形状就非常的像。它还有第2个特点是从简原则。什么是从简原则呢？比如说木它是可以没有树叶的，但是一个树木它必须要有树根、树枝和树干。所以说从简原则就是说在画出这个汉字的时候，只画出它必须要有的不能少的部分，这就是从简原则。象形字2个主要的特点，一个是很像，第2个就是从简原则。还有一个你必须要记住的就是每一个汉字它都有一个它本来的意思，然后在这个本来的意思的基础上增加出别的意思，然后增加出的这个意思和它原本的意思之间是有关联的，这个叫引申义。每一个汉字都有一个本来的意思，可以有引申义，也可以没有。引申义可以有1个，也可以有很多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木，它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对，它原本的意思就是指树木。那它延伸出来的意思有哪一些呢？我们来通过一些词语来看一看。第一个词语麻木。麻木的木，这个木它的引申出来的意思是失去知觉。大家想象一下，一棵木头被砍掉以后，它就失去了生命。还有一个词叫木头人。木头的木，这个木它衍生出来的是什么意思？就是指呆傻傻的一个木头人，像一个木头一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然后又不机灵，看着是不是傻傻的、呆的、笨的？对，这是树木的木衍生出来的2个比较主要的衍生义，一个指失去知觉，另外一个就是指呆笨傻的意思。好，那大家可能觉得，那所有的汉字如果都是象形字就好了，一看这个汉字，哇，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那可不可以所有的汉字都是象形字呢？答案是不可以，因为象形字它只能够比较容易的画出一些比较具体的事物，有一些很抽象的概念是很难通过一幅简单的画来表达出来的。所以象形字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只能表示具体的事物。所以在象形字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其他的造字方法。我们接下来看第2种创造汉字的方法，指示字。指示字就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加一个小小的符号，是小小的 mark， 然后呢变成一个比较抽象的意思。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在木的基础上可以变出哪些比较常用的指示字。第一个指示字是本，大家发现了吗？这个本是在树木的下面，就是在根部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符号，小小的 mark。对了，这个字它本来的意思就是表示树木的根，那它在本来的意思的基础上又延伸出了哪些意思呢？我们来看一看，树木的根是不是一个树木的根本，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一个树最先长出的部分，最基础的部分。所以说呀，它在树木的根的基础上就引申出了这些意思。我们来看具体的词组。第一个，本国语。本国语，本国就是相对于外国而言的，那本国语呢，就是指自己根本的语言，本国呢，就是指自己根本的归属地。那么本经呢？本经就是指原来的最开始的那一部分钱。还有成本，成本是什么意思？成本就是生产所投入的最基础的部分，最基础的投入。好，我们讲完本以后，我们再来讲第二个主要的指示字为。为，大家发现了，它是在木头的上面，好像长出一个什么小一点的东西。在简化字里面，它是在木的上面有一个短的横。对，为它本来的意思就是指树木树枝还未长成，还没有长成的样子。那它引申出来的意思就是表示还没有。比如说有一个词语叫未来，未来就是指还没有到来的时间。那未婚呢？未婚就是指还没有结婚。未成年就是指还没有成年。所以这是它最主要的引申意思，表示还没有。第三个由木变化出来的指示字是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汉字，你看它在木的最上面有一个像把树木的顶端这里标记了一个长长的符号。这个在简化字里面就是在木上面有一个长长的横。那这个墨字它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它本来的意思就是指树木的顶端，树木的尽头，树木的最上面。所以它引申出来的意思有最后，还有一个引申义是最小的东西。我们接下来慢慢的讲。看几个词语。周末，周末的末就是指最后。周末就是指一周的最后，月末就是指一个月的最后。那么粉末的末，这个末它衍生出来的意思就是指最小的东西。我们的古代的祖先们，他们认为树木的顶端，树木的尽头比起粗粗的树干要细要小，然后在高高的地方很容易倒下来，然后倒在地上以后就摔成了碎碎的小碎末所以说由末字衍生出来碎小的东西这样一个引申的意思。粉末，然后末和粉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像粉一样细小的东西，所以是这样来的。刚才讲了这几个字，现在大家会区分了木和本，还有为和末这4个字了吗？希望大家以后不要再写错和用错了。接下来呢，我讲第3种创造汉字的方法，会意字。会意大家听听这个意思，就是不同的意思汇集在一起，集合在一起，然后组成一个新的意思。会意字它是一种像积木一样组合在一起的组合汉字。我们来看一看由木能够组合出哪些常用的汉字。第一个是修，大家看到了，左边是一个人，右边是一个木，这2个意思汇集在一起，
就是我们古代的祖先他们在打完猎以后靠在树木上休息的场景。所以这两个一个人一个木，两个意思汇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意思，就是休息的休。休的本来的意思就是指休息，那它引申出来的意思就是停止，你要停下来休息。有一个词语叫休业，休业的意思就是停止营业，那么休学呢，就是停止上学的意思。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木还能组合出来什么样的会意字。这是一个体，体的解释有非常非常多，我选择一种大家比较好理解的方法解释给大家听。你看这个简化了以后的汉字就能很好的表示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左边是一个人，右边是一个本。我们刚才讲了，本是在树木的最下方根部的地方加一个小小的标记。本它原本的意思是指树木的根部，衍生出来的意思是指事物的根源、根本、基础、最开始的这些含义。那么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本，这两个意思组合在一起，它变成了身体的体。大家想一想，身体是不是我们一个人最根本、最重要的部分呀？对，所以体本来的意思就是指人和动物的身体，比如说体重、肢体、躯体、身体，这些体都是指这个意思。那么它的引申的意思有哪些呢？我们通过几个词语来看。固体、液体，这个很好理解，就是事物它的形态。然后字体呢？字体就是一个字的形态，一个字的风格。那么文体呢？文体就是指文章的风格，文章的形态。还有一个词叫体验，这个体衍生出来的意思就是亲身经历。大家想一想，身体是不是我们感受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呀？所以它衍生出来亲身经历的意思。还有一个词叫体谅，这个体它衍生出来的意思是站在别人的角度、别人的立场，为别人考虑的意思。大家想一想，身体表示立场，一个身体就是一个立场，不同的身体就是不同的立场。那么体谅，体就是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然后呢为别人考虑的意思。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由木形成的会意字。树林的林，林字，这个比较简单，就是两个木汇集在一起形成的组合的，像积木一样组合的汉字。我们古代的祖先在创造汉字的时候，他们认为2表示多，然后3呢就表示很多，两个木组合在一起就是表示树木很多，比如说树林。那它引申出来的意思，其实引申义并不是很常用，但是我给大家讲一下，它就是指聚集在一起同类的人或者事物，比如说书林，书林就是指藏书很多的地方。好，接下来讲第4个由木形成的这个会意字，森林的森。我们刚才讲了3个木组合在一起表示什么？表示很多很多，对，很多很多的树木，所以它本来的意思就是指树木很多，比如说森林。那么它衍生出来的意思呢？衍生出来有一个很主要的意思，就是指阴森可怕。大家想一想，森林里头是不是光线很暗，然后感觉让人很可怕的感觉？所以有一个词叫阴森，阴森可怕，阴森恐怖。对。好，大家会区分休息的休、身体的体、树林的林和森林的森了吗？希望大家以后不要再写错了。好，接下来讲最后一种最主要的
创造汉字的方法，叫形声字。形声就是一部分表示形，就是表示它的样子，它是它的意义；另外一部分呢，表示声，就是表示它的读音。那么形声组合在一起，它也是一种像积木一样组合在一起的汉字。大家看到我列出了这么多由木构成的形声字，大家感受到了吗？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厉害的创造汉字的方法。在2500个常用的汉字里面，形声字占到了80%甚至90%的比例。所以说掌握了形声字，就可以说掌握了绝大部分的汉字。来，我们看一下这些形声字，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觉得木讲完以后我已经理解了，那可是另外一边我还是记不住呀。大家先别着急，记忆形声字也是有秘诀的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记忆形声字，我有3个小小的说明。第一个是大家看，木表示形，另外一部分表示音，但是有几个读音我要特别的拿出来给大家讲一下。一个是枕头的枕，它是右边的读音，右边表示读音，但是这个字在现在已经不单独使用了。第二个桌子的桌，它是按照上面来读音的，是浊的音。大家还发现了，有些读音怎么不一样呀？是不是读错了呀？好，有一些读音呢，在以前很久以前和现在，它们的读音是发生了变化了的。比如说这几个字，柴，木柴的柴，它是上面是一个此，现在变成了柴的音。棍，木棍的棍，是右边是一个坤，现在变成了棍的音。柜子的柜，句变成了贵的音。杯子的杯已经不发不这个音，它是发杯这个音。还有学校的校，它不发交，发校这个音。还有第二点小小的说明是，这些都是跟木头跟树木的果实跟木制品有关的。但是有几个我要特别说明一下，比如说这个枕头的枕，我们的古人使用的有一种枕头叫木枕，他们是用木头做的，然后枕着睡觉。还有杯古人也是用木杯做成的杯子来喝水的。还有学校的校，这个呢是以前这种就是管制犯人，就是犯了法犯了罪的人的一种刑具，一种东西，所以它也是和木头有关的。第3个就是要回答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这个形声字该怎么记？另外一边表示声的那一部分还是非常难记。为了讲清楚这一点，我举一个汉字来说明。松树的松，大家看松树的松，左边是木，右边是公平的公，那这个公又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不选别的字做它的发音，非要选公平的公来做它的发音呢？我们来看一下，公这个字是一个会意字，但是它是由2个象形字，上面和下面2个象形字组合汇集在一起的，形成了一个新的意思。看上面的这个八是一个象形字，大家看到了这个八从很久以前到现在基本上写法都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个八它的本来的意思是指分开，你看像不像？左边一下右边一下朝不同的方向，本意就是分开的意思。好，下面一个呢是象形字，是丝。这个丝现在的写法和古代的写法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字本来就是自私的私的意思。我们来看它的象形字，你看无论是一个三角形还是一个这样子弯曲的一个东西，它都是围绕着自己，环绕着自己，以自己为中心的。所以这个私它本来的意思就是指我的、个人的、自己的这个意思。所以八和丝组合在一起，你看像不像？左一下右一下，把下面自己的东西给它平均分开。所以这个公它本来的意思就是指公平公正。
那么这个公平公正的公，在这边加一个木，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松字，跟松树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是跟松树的它自己的特点是有关系的。我们看松树，它一年所有的季节，它都是树叶绿绿的，不会凋谢，不会枯萎。然后在冬天的时候，这个大雪压在树上，但是松树依然直直的挺立着。所以松树总是给我们一种不怕寒冷，然后非常坚强、非常正直的这种印象。然后我们的古人呢，也经常用松树来比喻一个人非常正直的这样一个性格。所以说，松树的松，在选择它的身旁，就是表示读音的那一部分的时候，也是考虑到了松树它本来的样子的，不是随随便便选一个字来代表松树的松的发音的。好，那松树的松还有一个词叫放松、松散，这个两个词跟松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看一看松树的树叶，你看松树的树叶和树叶之间是不是分得非常的开，然后不紧密，给人一种不紧张、不紧密、松松散散的感觉，所以它又延伸出来了放松、松散这样的意思。好了，上面就是我要讲的4种主要的创造汉字的方法。最后呀，为了帮助你更好的理解汉字，我为你总结出来了你必须要知道的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4种主要的创造汉字的方法，哪一个是最基础、最重要的呢？对，刚才已经讲了，形声字呢，它的数量是最多的，占到了80%到90%。但是最基础、最重要的创造汉字的方法是象形字。你应该记住这常见的80个左右的象形字，是你理解汉字、更好的记忆汉字的重点。那第2件你必须要知道的事情就是，你需要记住每一个汉字，它们具体是由哪一个方法创造出来的吗？其实不需要，只需要理解就可以了。有些汉字是可以像画一样单独的汉字，还有一些汉字是在画的基础上加了一个小小的标记，它也是一个单独的汉字，不能拆分的。另外的2种呢，会意字和形声字，它们就是一种积木一样组合在一起的汉字，你只要理解就可以了，不需要记住到底具体是哪一种方法，什么造字的方法，不需要记住。而且在一个汉字在几千年的历史当中，它创造这个汉字的方法也是在不断的变化的。有些呢，可能刚开始是象形字，后面变成了会意字，再后面又变成了形声字。还有人们对一个汉字的解释也是不太一样的。你只要找到你最能理解的方法，理解这个汉字，记住这个汉字就可以了。比起记住具体的创造汉字的方法，你更应该记住的是一个汉字它本身的意思，以及在本身的意思的基础上衍生出来哪些主要的引申义，这个是你需要记住的。好，第3件你必须知道的事情，象形字它们作为单个字的时候很好理解，但是它们会和别的字组合在一起变成偏旁和部首的时候，它们的位置发生了变化，样子也发生了变化，你还能认得出来吗？今天讲的木非常的好认，那看看这个字你能不能认得出来。先讲这个字是心，它是一个象形字。象形字我们刚才讲了它2个最主要的特点，一个就是长得很像，一个就是从简原则。大家看这个心是不是长得很像我们的心脏？对，而且它遵循了从简原则，只画出了不能少的部分，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对，你看把一个心分成了4个部分，这个是象形字。那么呢，这个心和别的字组合成新的汉字的时候，你还能认出来吗？这个感恩的恩很好认。那么这个怪呢，妖怪的怪，怪物的怪，
它竖着写了，变成了一个竖心旁，你还能认得出来吗？还有一个字，比如说爱慕的慕，这个心它就变到了下面了，变成了一个竖心底，竖心底，你还能认得出来吗？所以说啊，这些象形字变成偏旁部首了以后，它的位置、它的样子都会发生变化，这个你需要把它记下来。好，今天呢，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啦。这是我 YouTube 的第一支视频，从0到1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希望很快呢，这支视频会成为我拍的最好的一支视频。然后在视频的最后呢，我要感谢我的女儿，因为她马上就生日了。然后她为了督促妈妈快一点拍出视频，她说：“妈妈，今年的生日礼物我什么也不想要了，你赶快把第一支视频拍出来，然后呢就是送给我最好的礼物。”所以我第一支视频也是送给我女儿的礼物，希望她生日快乐，谢谢她，爱你。